这次 Dream 和3个杀手竟然赌上了妈妈的电话号码和1万美刀。3个杀手如果能在60分钟的时间里打败 Dream， 他们就能获得1万美元，否则 Dream 获得游戏胜利。游戏开始 ，Dream 夺路而逃，来到一个村庄 ，Dream 会有机会收集物资吗？他故意尽量曲折的行走，抓住机会就收集干草垛。另外2个杀手去搜刮村中物资发育去了，只有 Bad Boy 追了上来。只有一个杀手 ，Dream 心里根本不慌。他跟杀手徒手互撸，谁生谁死完全看技术了。Bad Boy 疯狂地呼喊着其他2个杀手，但已经无济于事。Dream 抓紧时间继续撸了木头和干草垛，补充饱食度和血量。此时，其他2个杀手已经装备出护甲和武器。杀手 Bad Boy 复活之后又追了上来。由于没有食物，他是不可能打过 Dream 的。这片区域的水很多，所以 Dream 先做了一艘船。正当他继续收集木头的时候，杀手 Cyberknife 追了上来。铁斧的暴击实在令人恐怖，没有护甲和武器的他只能选择逃跑。他跑到一条河流，此时3个杀手都在身后，把船放入水中。杀手 Bad Boy 竟然也坐了进去，这可如何收场？尽管坐在船后是无法实时攻击的，但是不一会，乔治就追了上来。乔治直接攻击掉了3颗半的血量 ，Dream 见状赶紧上岸逃离。Dream 身上除了面包和木头一无所有，非常的被动。之后他在一个水下宝箱里发现了一把附魔金剑和金苹果，还有大量的铁粒。不要小看这些铁粒，之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杀手们持续不停的追逐，根本不给 Dream 喘息的机会。直到到达一个村庄 ，Dream 故意把杀手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铁匠铺。然后抓住这个小小的间隙，用铁粒合成了铁锭、剪刀。杀手们一头雾水，合成剪刀有什么用？不会是合成错了吧？他来到有羊的地方，这时候剪刀的优势就显现了出来，根本无需停留就收集到了羊毛。因为这不是通关模式，不需要坐床，因此收集来的羊毛只是被用来单纯的当做垫脚石。他搭到一棵树上，然后疯狂的收集树叶。Dream 真是太聪明了，相对于收集其他方块，用剪刀收集树叶速度是最快的。Dream 被不停追逐，他突然选择向上搭去。由于之前准备了大量的树叶，所以他搭到了非常高的地方，然后向旁边搭去。杀手们也跟着 Dream 的脚步追了上来。Dream 用羊毛搭了一个防守的位置，他并没有选择跳到地面的水坑。这是在等待什么呢？不久之后，杀手 Cyberknife 和乔治终于追了上来。他们边搭方块边接近，防止被 Dream 击落下去。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剪刀去除树叶的速度。Cyberknife 和乔治直接被摔死。之后 Dream 从高处跳下，开启了猎杀时刻。对于有盾牌的玩家 ，Dream 会冲到他们身后，然后发起攻击。Dream 又重新收集了大量的树叶，之后杀手们重新集结。Dream 被追到世界的尽头，逃无可逃的他又被迫向上搭去。竟然做了一把木镐，之后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，然后向侧边搭去。他这又要做什么呢？